鹤亮翅呢，大家听这名字也知道，就好像白鹤伸展翅膀来迎接它的天敌。那我们这个动作呢，舒展大方。下面呢，请看完整的动作演练。野马分鬃，变白鹤亮翅，大家看一下。重心在左腿的基础上不后移，再继续抻实左腿，身体向正前方的左前45度方向转，立腰立身，调整身形。右脚向前跟半步，一步的一半。落脚，右脚还是向正前方的右前45度方向落脚，同时重心后移，移至右腿。右手左手分掌，分到右斜前方45度方向。这时候提左腿，落左脚的时候，左手右手分掌，重心继续沉实在右腿，左腿为虚，右腿为实。右掌在自己右斜前方的额头的右斜前方45度左右，左手按到左胯根的斜前方，重心坐实右腿，含胸拔背。野马分鬃第3个以后变白鹤亮翅，大家看一下。这个时候重心在左腿，还是保证重心在左腿基础上不后移，身体往正前方的左前45度方向转，后脚跟半步，同时左臂内旋，右手外旋，形成抱球的姿势。右脚向右斜前方，自己正前方的右斜前方45度方向落脚，同时两手相错。左手往下，右手往上，往自己的右斜前方，也就是他自己的正前方的右斜前方45度方向起手。这个时候重心再继续往右腿移动，提左脚，左腿提起来，然后落左脚，调整幅度，伸开右臂左臂。那么右臂在自己的额头的右斜前方，在自己额头的右斜前方，手臂展开大于90度，左手落在自己左胯的斜前方，掌根往下松沉，四指指尖向前，含胸拔背，前腿虚，前腿的这个膝盖以下微微仰往前的倾斜的一个角度，不要垂直了。我们呢再往正方向咱们做一下野马分鬃第3个。做完以后，这时候我们以前方为正方向，往前方的左斜前方45度方向转，合抱球，两掌上下斜相对，左手与胸同高，下手与腹同高。好，右脚跟半步以后，向自己右斜前方45度方向起手，提腿，分掌，虚步，含胸拔背，左掌按到自己左胯的斜前方，指尖向自己正前方，右手手臂舒展开，大于90度，接近135度，重心落在后腿，眼睛看前方，往远方看。右手在自己右额的斜前斜上方。野马分鬃变白鹤亮翅的时候，容易出现错误动作，大家看一下啊。重心前移的时候容易出现起伏，也就是说重心向左腿移动的时候，身体向上起来了，不要向上起。我们的重心的高度是保持不变的。这个24式里面，除了蹬分脚下式动作有重心起伏的话，其他动作都是保持在原来的高度基础上平稳移动。那我们在这儿做的时候，重心平稳移动，对，稳住。好，我们再来一遍。这个时候在平稳移动的时候呢，再向左转腰，有的同学不转腰，看就直接抱球了，腰不动，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腰不动就过来了，一定要转腰旋臂，转腰用腰去带动手臂去走。所以这个地方做的时候，稳住重心向左旋臂转腰抱球。对，腋下呢一定是虚开的，一定不要
夹紧腋下，有的同学夹紧腋下啊，腋下虚开。好，2落右脚一定是45度方向落，向右转腰的时候，手腕这儿容易出现折腕动作，大家注意，手腕一定不要出现折腕，手腕舒展开，手呢顺着自己手臂的方向，向右延伸啊，向右呢斜前方45度方向转就可以了，两掌相错，这两掌错，左手往下，右手往上，错掌，错掌以后，重心再继续往右腿移，把左脚微提，调整一下幅度动作的这个步幅，然后注意，这个时候容易出现什么呢？就膝盖往前，这个前脚点地使劲，就是用的力量太多了，重心太往前了。对，重心在后腿，前腿呢这个膝盖到这个踝关节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倾斜角度，微微向后，对，有一倾斜角度，重心落在自己的后腿，然后右手打开，在自己右额头的斜上方，手臂呢大于90度，这时候注意出现脸臀立腰，这时候出现塌腰，就是这样塌腰。对，塌腰，你看凸臀这个动作，挺胸收这个挺腹。我们这时候要求含胸拔背，脸臀立腰。什么是含胸拔背呢？就是胸部微微放松，背微微的撑开展的动作。拔背呢，把它后背撑开，脸臀立腰，把腰部这个地方往外一靠，敛住臀，重心坐在后腿上。好，大家看我做一下，好，可以起立。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，大家看，我要挺胸，这个时候不可以，一定要含胸。拔背就是后背有后撑的意思，不要挺胸，把后背整个板平，塌腰，这腰这全塌下去。我们要含胸拔背，腹部一定是沉实的。这个时候把重心再压到左腿上，向左转腰的时候，眼神向左斜前方45度方向看，落脚的时候重心移至右腿，也是向右转腰，向右斜前方45度方向看，左胯根一定不要起来，左胯根一定是松沉，再展开的提一下左脚，背往后一靠，舒展开，注意背往后一靠，千万不要形成挺胸收腹撅臀，一定是脸臀落胯，提顶竖向，脖颈这儿一定是立，把这个竖向立起来啊，脖颈立起来，背往后一靠，手臂撑开，重心到自己的右支撑腿上去。白鹤亮翅的攻防用法，大家看一下啊。比如对方双方贯耳向我击来，那么他击打我的耳朵两侧。那么我在做的时候呢，我右臂可以分撑对方的左臂，左手可以分撑对方的右臂，形成一个分撑的这种动作，白鹤亮翅。那我在做的，咱们再转过来反方向啊，双方贯耳起来，对，我的右手跟对方的左手合着，我的左手和对方的右手一个分撑，这个时候两手打开，这再去击打对方，这个前身都可以啊。那么我们还有一种用法，就是一个，比如对方他从侧面向我击来，比如最多的就是最常见的就是打对方的这个嘴巴，对吧？从侧面击打过来的时候，我左手裸住对方的小臂的这个手腕部，那么右手呢去接对方的肘关节，肘关节的上侧方，肘关节上侧方就形成一个分掌这个动作，错掌。这个时候错掌这个动作，这时候是走。那么反关节动作，从这面看也是一样，击打。我去左手裸住，右手在自己对方的肘关节在这儿，肘关不要去弄肘关节，肘关节的微上侧方。接近这个大臂的后侧方，这个时候两手是拿对方反关节动作，反关节动作对方跟着你走啊，是一个错掌动作，就是白鹤亮翅错掌的这个动作。那么错掌这个是
力点一定要到自己手臂上去，两手一定有意识啊，千万不要松的这没有了，一定错掌有这个分掌的这个意识，然后分出开，背要往后一靠，手臂要撑开，这个意识要达到自己末梢去。白鹤亮翅，大家练习的时候呢，主要注意转腰，用腰带动手臂去走，腰动手动。落脚的时候也是用腰带动手臂去走，注意不要起胯，胯根一定是松沉的，尾闾一定是中正的，气沉丹田。这时候提脚落分撑，这个分撑劲含胸拔背一定要合住。那我们在做的时候，很多同学都是什么？不转腰，直接低了手，不要低了手啊！这个手下手一定是走一个弧形过来，所以下手是走左侧的弧形过来，不要直接起。有的同学就直接起，走弧形以后转腰，用腰带动你的四肢，再去做分展的动作。背一定要含胸拔背，脸臀里腰。我们这尤其累的时候，从侧面看就形成塌腰凸臀，你看腹部、腰部全都这个不规范了，一定要含胸拔背，脸臀里腰，重心落在支撑腿上，前腿是虚腿，随时可以提起来。因为我们说了，太极拳讲究迈步如猫行，上部是很轻灵的，落部也是很轻灵的，所以千万不要把它变成前脚吃重很多，重心腿吃重，前腿是很轻灵的，可以随时拿起来。前腿是虚腿，后腿是实腿。好，白鹤亮翅我们就讲到这里。